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生活后院种植。我的频道和大家分享最真实、最简便实用的小家庭种菜技巧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10月底、11月初，各大花卉市场除了售卖耐寒的花卉植物以外，大多数的花圃都已经开始清理，开始准备售卖圣诞节需要的装饰品以及圣诞树了。在很多朋友的观念里，每年的早春是逛花圃的最佳时节，其实每年的秋末初冬更是我们淘宝的最佳时候。比如像这类多年生的花卉，就是您入手的最佳时间。一般本地花圃售卖的多年生植物是根据此地区的气候条件选择的，所以它的过冬和耐寒度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就以本地的2个花圃为例，和大家一起去逛一逛，谈一谈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反季节购物的个人观点。首先当然是它诱人的价格，虽然各大花圃折扣的力度不同，但是到了室外花圃结束营业的时候，都会有力度不小的折扣。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目标放在多年生植物上。除了花卉还有树木，在春季花圃刚开放的时候，树木的价格是相对比较高的，这个时候入手您至少可以节约1半的价格。除了价格上的优势，如果您现在入手多年生的植物，带回家以后您可以直接种在地里，来年春天直接欣赏花开的状态，相当于节约1年的时间。像这一类的室内植物更是从16块9毛8降到现在的6块8毛8，而且室内植物您就更不必担心室外过冬的问题。很多朋友担心在这些剩下不多的植物里面选择植物的状态不佳，其实这也是我们淘宝的乐趣之一。您可以在剩下不多的植物里选择状态比较好的，更何况花圃的员工不会像我们一样精心照顾，相信在您的精心照顾下，这些植物一定会越来越健康。比如像这一盆室内植物，您可以隐约的看到以前的价格是12块多，现在只需要1美元，其实它的状态并不差。通过这个价格表，您大概可以看到它折扣的力度。上周我就在他们的折扣区买了3颗蓝莓，原价14块9毛8，7块钱我带回了家，现在种在地里，明年我就可以直接摘蓝莓了。秋末初冬时节逛花圃的第2个原因，您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找到适当的容器，比如这个容器原价14块9毛8，现在4美元你就可以买回家了。还有很多花盆、吊篮、各种配件都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在出售，打折的力度非常大。每个花圃的特点不同，但是您只要注意那些特别颜色的标签，一般都能够发现折扣力度非常大的商品。作为我们小家庭种菜种花，除了享受种植的乐趣自给自足以外，种菜的成本支出也是我们小家庭种菜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像这些种花种菜的容器，如果我们能花1/4不到的价格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千万不要错过花园产品的电器区，比如这些喷水池的水泵，原价100多甚至200多美元的，现在只需要几十美元，有的产品甚至不到原价的1半，您就可以买回家。而像这种大力度的折扣，在早春时节是绝对不会有的，更何况疫情还没有结束，物价在飞涨，相信在这个时候入手这些产品，能为您节约不少的支出。在秋末初冬花圃购物的第3个原因，您可以选择不同种类的种植土，有的花圃会在这个季节有一定的折扣，即使没有折扣，这个时候您买回家，也为您的早春育苗做好了准备。比如我所居住的地区，最后一个霜冻日结束在5月中下旬，1年只有5到6个月的时间，是适合夏季喜热蔬果生长的时间。
所以有的喜热果菜，我需要1月份就开始在室内育苗，这样争取5月下旬的时候，移到室外的植株准备开花结果的状态，为我们提前收获果实节约了2到3个月的时间。因此，提前在室内育苗非常重要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提前准备能够室内育苗的室内种植土。如果早春时节没有准备的朋友，现在就是准备的最佳时候。在秋末初冬季节，买菜园需要的粪肥也是一个不错的时节。在这个时候，您买粪肥回家，可以在冬季没有阳光、空闲的菜地里拌入粪肥，来年的春天再翻一次土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即使您等到来年春天再拌入土里，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发酵，您也不用担心这些粪肥没有发酵好而烧根了。除了天然的动物粪肥，也不要忘记看一些固体和液体的肥料。花卉树木的肥料很多，小家庭种菜我更倾向于有机肥料，比如鱼肥、骨血粉。这个季节选择性不多，但是胜在价格稳定。只要您选择对的产品，完全够您来年春天小家庭菜园的使用了。相信今年和打算明年开始种菜的朋友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考虑到物价飞涨和家人的健康，开始在后院种植有机蔬菜。我不宣传、不提倡、不赞成囤货，但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准备。疫情造成的供应、运输以及物价问题，有可能造成来年春天这些物品的短缺，所以各位准备种菜的朋友们，现在可以把这些物品纳入您明年的种菜计划之内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以上纯属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